不多时，有清玄雅抿嘴皱眉，注视着自己父亲，此刻目中只有无奈与惭愧。这位国主，当真是把一国之主能犯的业障尽数都犯了一遍呢。李长寿在旁边听了一阵，不由摇头，先是继续探查各处。他以人教弟子的身份前来，自然不是单纯的为了有清玄雅的老父亲。现如今以水神身份前来地府，已是看不到丰都城的各类问题了。每一次水神只要在幽冥界现身，地府阴司都会清空丰都城的街道，仿佛应对上级查岗一样，将一些小问题遮掩起来。而这些被隐藏的讯息对于李长寿来说颇为重要，是李长寿接下来制定地府革新计划的关键。李长寿推断地府中必有一份大功德，但是地府不像龙族，后者对天庭效忠，克服了重重阻力，最初的心态更是像极了潘金莲被许配给武大郎。而地府对天庭完全就像是潘金莲主动推开窗户，看到了下方路过的西门大官人，一棍子扔了下去，充满了主动感。李长寿思索许久，推算许久，发现地府的功德应该是隐藏在地府现有的各类问题上，把地府各类小问题聚合起来，也就成了大问题嘛。话说回来，赵大爷一去不复返，也不知道跟金光圣母商量的如何了。李长寿心底将此事暂且压下，让一具指导人等在海神庙后堂，也不会耽误赵大爷之事。兴许公明与金光一说要分手，又念起了彼此的好，决定再试试呢？这也不是不可能吗？大判官将悬崖老父亲的罪状数了一遍，直接按照正常的情形判决，将他老父亲投入18层地狱中受灾3000年，才允许其轮回转世。接下来鬼差压着这老国主的魂魄朝那轮回仙岛飞去，牛头马面带着李长寿和有清玄雅在后方远远地跟随。他们这一次并未去6道轮回盘潜，而是到了轮回仙岛的边缘，抵达一处暗红色的悬崖旁。有2道乌光自悬崖下飞来，化作2条漆黑的锁链。鬼差将这锁链抓住，锁在了红灵国老国主的手腕上，看向了一旁的牛头马面。牛头开口：再说几句话吧。多谢。有清玄雅低声应着，低头对那老国主跪了下去，一言不发。老国主的嗓间发出几个颤音，此时才看到了一直跟在后面的李长寿与有秦玄雅。他下意识地想要求救，但并未说出口，最后只是看向李长寿，对着李长寿点点头，主动转身张开手臂。铁链缓缓下滑，发出一阵刺耳的摩擦声。老国主的身影被拽入了无尽的深渊中，下方出现了阵阵凄厉的哭喊声，像是有一扇门被打开又极快地闭合。这悬崖旁再次沉寂下来，低沉的风声带着远处的乌烟而来。李长寿负手站在有清玄雅的身旁，他已经跪伏在地，沉默不语。少顷，李长寿开口：玄雅，咱们回。清脆的风铃声入耳，李长寿的眼前突然有些恍惚，心底浮现出了这般画面：平滑如镜的湖水，四面飘着白茫茫的雾气，有一位身着黑色纱裙的女子趴在湖面上，衬着她白皙的肌肤如白玉一般。仔细看去，她的脚踝、手腕、脖颈、腰身都被细细的银色锁链束缚着。她不知为何闭目哭泣，一滴滴眼泪从眼角滑落，嘴边低喃着什么，但是李长寿听不真切。一股莫名的悲伤在心底盘旋。李长寿的这一具指道人自是无恙，但远在渡仙门某个角落的本体眼眶莫名的湿润起来，
心底听到了那一声虚弱且沙哑的嗓音：救救我！师兄，我们回吧。有清玄雅的嗓音在旁边响起，李长寿猛地回神，自己看到的画面瞬间就消散了，但是那一股悲伤的情绪却在自己心底盘旋，久久不能平息。怎么突然感觉这地府莫名有点吓人呢？带着有清玄雅离开丰都城之后，李长寿保持着淡定，慢慢飞出了幽冥界，就立刻摁着有清玄雅的肩头，快速施展起了水遁。师兄，我先送你回山门。李长寿沉声道了一句，这边突然有些急事要处理。若有玄雅能相助的。有清玄雅的话到一半，感受到此时遁术之迅疾，识趣地打住了话语，好像此时他确实帮不上长寿师兄，只会给他添加麻烦。我能应对，不必担心。李长寿答应了一声，传声道：先回山中好生修行吧，记得找机会对江师伯言说你有意去天庭效命，其他的事后续我会详细与你言说。言罢，李长寿就开始专心驾驭遁术，更多的心神回归本体，在小雄风密室中画下了自己此前见到的情形。他一连画了3幅画像，都是那黑裙女子趴在湖面上哭泣的情形，随后就坐在圈椅中，久久不能回神。在洪荒中遭遇这种奇怪的事件，自己这种反应是不是太过度了？不，这般反应还是李长寿压制自身道心波动的结果。刚刚那一股悲伤渲染而来，让李长寿的心底泛起了极其灰暗的情绪。他一个上辈子小日子过得不错的洪荒外籍户口拥有者，差点就直接泪崩哭出来。虽然男人哭吧哭吧哭吧不是罪，但是刚刚那么一瞬，若是他被这一份悲伤道运同化，将会对自己的道心造成极大的创伤。那个大姐什么名堂啊？请我去救她？地府6道轮回盘附近。仔细的分析，对比我数次登上轮回仙岛的情形，这一次唯一多出来的事件似乎是18层地狱之门开启。最大的可能是18层地狱之中镇压着某个厉害的大能，但为何是对我发起心神侵袭？一旁明显有情绪波动、修为相对较低的有情师妹却是毫无异样。李长寿掐指推算，搜寻天机，因自己推算功力有限，只能推算出那个女子是确实存在的灵，自己看到的绝非是幻觉。蓦然间，李长寿突然想到那2个背扛6道轮回盘的巨石像。对我求援的这位女子，莫非是大德后土？但是大德后土为何会是这般处境？联想到我的指导人上次进入6道轮回盘，有短暂时间失去联系，再从其中出来时的惨状，以及秦广王、楚江王进入6道轮回盘再出来时被恶搞的痕迹，这些证据都足以证明后土娘娘就在6道轮回盘中，而且特别皮。那对我求援的人是谁？是那位浪前辈吗？这也不太可能啊。圣母此前在说浪前辈时，已清楚明了地讲过这个浪前辈的下场，就是被天道彻底抹杀。对浪前辈出手的应当就是道祖，而道祖这般老狠人，如何会留下这般隐患呢？我刚刚做了3幅画像，便也是存了试探天道之意，结果毫无异样。这已经完全排除了画中人是天道禁忌浪前辈，那这个女子到底是谁呢？稳妥起见，李长寿并不打算将此事当作自己的秘密，不然自己很有可能会被卷入奇奇怪怪的因果中。此时需要做什么呢？上报啊，有问题找老师啊。将此间情形上报给兜帅公，将需要个人承担的风险提前化解掉。
如果这个女子是一个危险人物，自己只是被动接收到了求援信息，并未做错什么。李长寿招来3具车夫持道人，让他们拿上各自一幅画卷，朝天庭、东海、南海水神庙而去。此时虽然是一心多用，李长寿大部分的心力还是放在本体处，不断地掐指推算自己所见的这个女子到底是谁。小半个时辰之后，海神庙中响起了哗哗的水声，却是赵公明恰好在此时回返。李长寿起身相迎，赵公明与金光圣母驾云自天空落下，都是面露轻松的笑意。两位可是商量好了？李长寿温声问着。赵公明与金光圣母还未落下云头，就已是同时点头答应一声。赵公明笑叹：哎呀，正如老弟你所说，我2人确实该给彼此一个交代。水神当日所说，金光已是明了。金光圣母欠身行礼。我对公明师兄更多的还是憧憬和敬重，相处确实会颇不自在。啊，两位决定了就好。随之李长寿心神一动，故意露出几分难色，低声道：关于此次庆典之事，恐怕我暂时无法帮2位操办了。金光圣母忙道：此事本就不该麻烦水神。赵公明直接问：可是突然遇到了什么麻烦事儿啊？老哥，你对地府阴司了解可多？阴司？这阴司立于上古，还在当今天庭之前，乃是巫族祖巫大德后土牺牲自我，化作6道轮回盘，接引天地间无处安放的魂魄转世轮回，再为生灵。维护这6道轮回盘，维持3界6道轮回之稳定，才有了地府阴司。有没有点大多数生灵不知的比较偏门又可信的消息？赵公明沉吟几声，一旁的金光圣母也帮忙思考。很快，赵大爷抱着试一试的心态道了一句：这大德后土啊，曾是12祖巫中实力排前3的大能高手。这个老弟你可知啊？曾经的他呀，立于大地之上，便号称不败，自身更是12祖巫中最接近先天道躯，对盘古神之道领悟最深的存在。不过这般事儿啊，在上古之后就很少有人提了。李长寿闻言点点头，继续用满含期待的双眼注视着赵公明。赵大爷顿时知道自己没说的点子上，继续低头掐指推算。金光圣母在旁道：我倒是听人说起过，6道轮回盘似乎并不完整，就如当年道祖老爷补全天道时所用的造化玉蝶一般，天道存有漏洞，造化玉蝶也存了一丝缝隙，6道轮回盘似乎也无法十全十美，也有少许弊病。确实是这般道理。李长寿在旁边含笑，比上次见面成熟知性了许多的金光圣母也是有些不好意思地笑了笑，他确实帮不上什么。李长寿又等了一阵儿，直接问赵公明：老哥，你在上古时见过后土娘娘吗？当然。赵公明目中流露出几分回忆的神色，抚须笑道：后土娘娘宅心仁厚，哪怕是巫妖大战，大多时候都在防守，很少去做杀戮之事。我也曾有幸与后土娘娘论道，只可惜啊，罢了，这也没什么可惜的。她只是做了自己的选择，为生灵、为巫族奉献了自身。赵公明说话间，李长寿已经是射来书桌笔墨，寥寥数笔画下了一张侧脸。老哥，可认识此人？这不就是后土娘娘吗？你从哪看到的这般画像啊？老弟，你怎么了？你这表情不对劲儿啊！李长寿缓缓呼了一口气，后退几步，坐回了主位。此事好像有些超乎我所想了。2个时辰后，李长寿总算是完全确定了，那湖面上被束缚、身着黑裙、散发着无尽悲伤的女子，就是传闻中的大德后土。
他做了3幅画像，先是拿给了赵公明看，赵公明很笃定地言说这就是后土娘娘。而后李长寿的指导人去了龙宫中，找龙王爷打听了一下消息，借着洪荒活化石的知识储存，再次确定了此事。这个过程当中，李长寿对赵公明说了实情，对龙宫有所隐瞒，无他，怕龙宫瞎担心罢了。海神庙后堂，赵公明和金光圣母在李长寿面前来回踱步，一个抚须，一个捏下巴，都在绞尽脑汁帮忙思考此间到底有何隐情。赵公明道：后土娘娘对你求援，可是6道轮回盘有什么异样啊？天机所显，这地府啊一切安好，并无崩溃的迹象啊。有没有可能并非后土娘娘对你求援？金光圣母眼前一亮，会不会是水神你道心出了问题？李长寿有些无奈的一笑，闭上双眼，指导人身周散发出淡淡的青色毫光，一缕纯澈无比的道韵流转开来。金光圣母赞叹道：道友竟修成了无垢道心，却是金光方才有些失言了。不如我去3仙岛多问问，多几个人一起想，总比咱们在这里一筹莫展的好。哎，老哥，不可，此事越少人知道越好，免得引起生灵恐慌。我这就去问一问玄都师兄，或是请教老君问个清楚，还请老哥和金光道友勿要对任何人提起此事。是啊。赵公明严肃着面容答应一声，当下就与金光圣母一同告辞，叮嘱李长寿不必多担心他们2个人的事，先忙这般大事，